OK， 大家好谢谢。那我要谈什么呢？谈身为一个女人啊，身为一个女人，我自己一路过程上面的很多的改变。因为刚才主持人也大概做了一些介绍，我的过去。那我想在这边，我想要讲的更直接一点，因为那个东西对我自己来讲，到今天啊，我55岁了，没有人拍手啊。刚刚他讲36岁，你们都拍手，哎，你们歧视老年人呢？OK， 我今年55岁了，那对我自己来讲，我一整个人生的成长史，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女性的成长史啊。我19岁进入演艺圈，19岁就红了，对，我红得很快。然后，可是我进演艺圈的时候，我还在学校念书，我还是个学生，所以我是边念书边演戏。然后学校毕业之后，就整个就直接从学校跳进演艺圈。那很多人都说演艺圈五光十色，很复杂。可是对我来讲，演艺圈是一个再单纯不过的地方，因为对我来讲，演艺圈里面就是你知道，拍摄的场景，拍摄的场景，拍摄的场景。就我的工作里面，我永远都只有这些地方。我人生里面我最熟悉的地方，一个是我的家，一个就是拍摄的现场，拍摄的地方。那这样子一路，因为红得很快，所以工作量很大，我就一路不停的工作，不停的工作，不停的工作，工作到30岁之后，我开始厌倦了。我觉得说，在这样大量的工作之下，我自己一点成长都没有。坦白讲，我真的那一路都没有成长。我觉得我被榨干了，我不想要再被这样子的被毫无止境的去被压榨下去，所以我就毅然而然的离开了演艺圈，然后我跳出去，跳到一个非常非常跟我之前的生活很不一样一个状态。我跑去做生意，我去了大陆，而且我去了5年。我去大陆的时候是1989年，非常非常的早。我是很早很早一批进入大陆的台商。我在那边工作了5年，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大陆刚刚开放，坦白讲，他们我们不要讲其他的，就是硬体设备、软体设备，通通都没有。那更别提那个年代的大陆人，他们脑子里面的想法、思想观念跟台湾人真的是差别非常非常的大。可是我觉得，坦白说，对我来讲，我那5年的经历是我人生最重要的5年。那5年我很辛苦，从一个锦衣玉食的玉女明星，跳到一个穷乡僻壤。我在东北大连，非常冷，然后物质条件非常的缺乏。我租了一个公寓，那个公寓呢，当然没有电梯，一定没有电梯。它不但没有电梯，它连晚上，我们楼梯间不是都会有灯泡吗？他们是没有灯泡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晚上很黑嘛，我常常一个人回去我会害怕，所以我就在我自己的家门口，好，你们都不装灯泡，我装，我就装了一个灯泡。明天回家，灯泡被偷了，灯泡不见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再装一个。后天回家，灯泡又被偷了。就这样连续几天之后，我就觉得说，不行，我不能够永远灯泡被偷，我不能天天在那里换灯泡，所以我变成，你知道吗？你回家你真的是要拿手电筒的。就那个时候的物质环境是，你是要拿手电筒，照着楼梯，你才能上楼。尤其是冬天的时候，因为冬天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手电筒照着楼梯，你可能会跌一大跤，因为冬天地上会结冰，楼梯会结冰。你可能真的会把骨头都摔断掉。所以我在那样的环境，我过了5年。然后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，就是那5年那个生意是失败的，我把所有的钱都赔光了。但是我为什么讲说那5年很重要呢？因为在那5年里面，
我看到了我30岁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世界，我经历过我没有经历过的人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从一个娇滴滴的被宠坏的一个玉女明星，训练自己，训练到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，我什么活都可以干，我什么苦都可以吃。最重要的是，我的腰杆子比谁都柔软。所以那5年对我来讲，如果没有那5年的话，我觉得就没有后来的我。如果没有那5年给我的磨练，给我的考验，甚至于后来给我的打击，因为后来生意失败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。因为我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，然后我觉得说，我对于我目前做我投资的这个事业，我这么拼命，这么努力，我花了这么大的心思，它最后为什么是整个血本无归？那个东西我是完全不了解，然后不懂为什么的。我那个伤害非常大，因为那次的打击，我整整把自己关在家里关了1整年，我不愿意出门，我也不想见人，因为我见了人我觉得很丢脸。因为我见到人，我觉得每个人看到我的眼光都是同情，都是怜悯，甚至于还有嘲笑。就是你看吧，你干嘛要去做一个根本不该是你做的事情？你有这样的结果，你活该。我那时候的心情是这样子的。但是经历过那5年之后，我后来又在香港住了2年，然后又在纽约住了3年之后，回到了台湾。就是你真的跑了很多的地方，流浪了很久，最后就觉得说 OK 该回家了，我就回家了。那回到家，你是人，你就要工作。我们不可能不工作生活，所以我要重新找工作。那找工作，你最容易当然就是又从演员开始嘛。我是演员出身，演员是我这辈子最熟悉的事情，我应该要再回到做演员。可是我发现，经过了10年，台湾不一样了，台湾演艺圈不一样了，整个环境改变了。那这个东西，就是我如果再回到这个环境，我可能是又回到我之前离开时候的那个循环里面，那个巡回，那个我不喜欢的、我讨厌的、我憎恨的工作环境的巡回里面。我觉得我自己说，我要吗？我走了这么一大圈，我人生经历过这么多事情，我要再回去吗？我就决定我不回去了。那不回去之后你要做什么呢？那个时候我做了我这辈子最聪明的一个决定。那我觉得我会做一个聪明的决定，就是因为我前面做过很多很笨的事情。那些很笨的事情，他们让我累积了一些，终于可以去做一个聪明的判断的决定。我决定转到幕后做一个制片。我为什么会决定做制片呢？就是很多人会说，你干嘛不做导演？你干嘛不做编剧？那当然，其他的什么摄影、灯光这些技术的工作，我们是已经来不及做的。那对很多人来讲，做导演多好，那光环多大，对不对？哇，某某某大导演，李烈大导演，或是李烈大编剧，那个光环比较大呀。制片非常非常辛苦，制片的工作是既琐碎又繁杂，然后工作时间又长，然后什么东西你通通都要管。因为经过这10年的磨练之后，我认清楚我自己了，我知道我的长处是什么。我真正的去面对我自己，面对真正的李烈。李烈的长处是什么？李烈的短处是什么？我知道我够柔软，我知道我可以吃苦耐劳，我知道我非常非常的有耐心，我知道我愿意，而且我喜欢处理每一天不同的大大小小的困难跟问题。因为那也是在大陆被磨练出来了。如果有待过大陆的朋友都知道，就是在大陆每天大概都会发生8个状况跟8个问题，然后你每天就要不停的解决状况跟问题。所以我在那5年被训练的非常会解决问题，非常会解决状况。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作为一个制片需要具备的特质。那
是这些特质让我决定说，好，我应该去做一个制片，所以我就去做制片了。但是我一开始并不是从电影开始的，我先进入了电视。我在电视界，我其实是磨练了好多年，我大概磨练了7、8年吧。那在那个7、8年的时间，我自己一直也思考着，就说我有没有机会拍电影？我有没有机会拍电影？可是没有人敢动，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的电影圈一塌糊涂，台湾没有人敢投资拍电影，电影是个非常死寂的一个产业。说到这边，我就要怀念一个我的好朋友。我想可能在座有些人都知道他。他在世的时候，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，在台湾非常知名一个现代舞的舞蹈家罗曼菲。曼菲在我49岁那年过世的。那他过世的那一年，对我的影响也非常的大。因为坦白说，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40几岁、50几岁，大家都觉得自己很年轻，没有人会觉得自己老。可是曼菲的那个死亡的这件事情，带给我的震撼就是说 ，OK， 死亡距离这么近，我不晓得我自己什么时候会离开这个世界。那我就开始问我自己，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，我会不会遗憾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没有做？是曼菲的死亡带给我一个很大的勇气。我跟我自己说，我今年49岁了，明年就50岁，再不做，我来不及。所以在那一年也刚好，囧男孩的导演杨雅喆，他把囧男孩的剧本给我。那当下我看了那个剧本的时候，我泪流满面，因为那个剧本把我牵引到自己小的时候，最纯真的那个时候的那段时光，然后再想到自己成年以后人生的各段的经历。所以我那一个晚上，我真的是哭着把那个剧本看完的。看完那个剧本之后，我就决定，我说如果说我现在要问我自己要做哪一件事情，那件事情一定要做，不做会后悔的，就是这件事。我一定要拍这个戏，我一定要做这个戏。我不是不知道做囧男孩这个戏的风险。台湾那个时候电影很惨，每一部电影可能都是几十万的票房，100多万大家就拍手放鞭炮。那样的电影，你有2个男主角，全部是小孩，而且是没有演过戏的小孩。你的导演叫杨雅喆，现在杨雅喆很出名了啦，因为女朋友男朋友。但是你们要知道，在拍《囧男孩》的时候，没有人知道杨雅喆是谁，导演没有知名度。可是这个电影是拍给大人看的，不是拍给小孩看的。我找了很多投资人，非常多人，每一个人都告诉我说：“啊，这个剧本很好，真的很好，但是他不会赚钱，所以我找不到钱。”那找不到钱状况之下，后来就发生一些很多朋友都知道的事情，就是好，我就回去妈妈家，跟我那个可怜的老妈，我妈真的很倒霉，有我这个女儿，就跟我那个可怜老妈说：“你房子可不可以借我贷款？”我妈说：“你要干嘛？”我说：“我要拍电影。”她说：“你疯了。”我说：“这件事情是我这辈子最想做的一件事情，你一定要帮我。”我妈真的很了不起，她忧心忡忡，你知道，她的眼睛里充满了哀伤跟不信任，你知道吗？可是她还是默默的把她的房地契拿出来交给我。
我用他的房地契去贷款，然后把电影拍成。然后很幸运的，我觉得是因为自己判断力很好，所以《囧男孩》有个很不错的票房，我没有赔钱还赚钱，然后我才有了第2部《蒙甲》，才有了第3部、第4部、第5部，才有了今天我可以站在这里。我之所以要把这个故事再很详细的讲一遍是，好，今天当我们站在这里，当台下有这么多的女性朋友的时候，就是身为女性，我们到底应该要为自己的人生做些什么事情，负些什么样的责任，下些什么样的决定？我觉得那是大家自己要思考的。但是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同时，是不是也应该问一下自己，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？自己要的是什么？真正自己想的是什么？自己够不够勇敢？自己有没有勇气跨出去，帮自己走一条跟以前，或跟现在，或跟别人不同的道路？那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。我到现在我都还觉得我自己好勇敢，我真的好勇敢。在当初我下了那个决定，我要做囧男孩，我找不到钱拍片，我就贷款拍片。我到现在还认为自己好勇敢，因为你们真的不了解我那时候承受的那个压力是什么。我当初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，我是估算过的。我就估算，我说 OK， 整个电影弄下来，制作费、发行、宣传，1000多万不到2000万。然后我就问我自己说，这1000多万不到2000万的时间，如果我这辈子如果赔光了，那我到外面去打工赚钱，我还得完还不完？我算了一下，我觉得我有把握还得掉，我就干了。所以我一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不是认为他会赚钱我去做的，我是抱着他一定赔钱，他必死的决心我去做的。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好勇敢。可是也是因为我敢去走一条不一样的路，那要勇气。所以对我来讲，如果今天我站在这里，我想要分享一些东西的话，我想把我的勇气分享给大家。我觉得所有的女人，真的，女人比男人更特别需要勇气，在现在的社会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勇气去走一条跟别人、跟以前的自己不一样的路，好吗？谢谢。